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下定了决心，想学习中文。那个时候我还记得，我的班主任发现了我选了这个专业之后，下了课把我拉到一边说：“Chris，你确定大学想学中文吗？你知道这个语言到底有多难吗？嗯，如果你坚持想学中文的话，我也会支持你，但是你要确定。”我跟他说我已经想好了，已经开始准备面临这个挑战。另外，我周边的很多同学也觉得非常奇怪，问我你选中文专业干嘛？你干嘛不选像工程学、化学、数学这样的传统的科目呢？如果你真的想学外语的话，你为什么不选法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呢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，可是我知道当时很多人把我看作一个非常奇怪的人。有一次我去了一个中文系看看，有一个学生接待我，问了他很多关于他学习的问题。他当时大四，还说，看中文报纸很多很多字都不认识，只能看懂一个大概的意思。他这样说，真的让我觉得自己应该面前有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。后来进了大学以后，我们中文的课本里面有20多个单元，而且我们差不多每2天都要学一个单元，里面包括了很多生词、对话，还有许多汉字。因为当时我从来没有学过一个汉字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在写字方面遇到了很多的困难。不过过了一个星期以后，我开始想，这个中文到底有多难学啊？我真的能够应付这个挑战吗？过了两三个星期以后，我已经开始习惯了写字。虽然发现了很多字很难记住，可是下了下了课，我都会花很多时间在练字，用了电脑的软件检查，那个，嗯，笔画的顺序，甚至放假以后，我都会一边看电视一边练习写字，慢慢的听很多遍课本里面的录音。习惯了我的学习之后，我真的开始乐在其中，找到了自己的乐趣。随后呢，2007年，在台湾我还记得点菜的时候，我只会说炒面、炒饭、宫保鸡丁这样的简单的菜名，其他的关于点菜的都没有学过。每次点餐的时候，我都会查电子词典。嗯，不过过了2个月，菜单上的所有的字我都学好了，而且很多比如说日常用语，我进步了很多。到了中国大陆，很多人对外国人是很特别的好奇，每个人都会问我很多问题啊，比如说你是哪个国家的？喜欢中国吗？喜欢中国的女孩子吗？到了哪些地方？呃，这样的问题。之前我在网上看过，有人说，中国人对学习英语是非常非常热情的，都想都想学英语，所以跟本地人练中文会有困难，其实很难的。可是我的经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其实相反，大部分人很乐意跟外国人聊天，讲中文。过了大学第一个星期之后，我都没有对学习中文这个选择产生疑惑，而且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。而且我在中国交了很多朋友不会讲英文，所以如果我也不会讲中文的话，我不会有机会跟他们沟通。我从学习中国的历史、哲学和文学也得到了很多的乐趣。
而且我觉得中文，学习中文还有其他种语言，就改变了我对生活的价值观，我对别人的看法，也开阔了我的眼界。所以我希望未来我的学习和工作能继续给我带来更多的启发。好。